家好，我是大伟。脾胃不好的不要再揉肚子了，意义不大。今天我要教你一个南怀瑾老先生自己养脾胃的方法，叫做脾胃金刚功。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牛了，就是你的脾胃再差，它都能给你养好。最关键的是啊，你只要今天跟着我学会这个动作，用5分钟的时间，你就能让你的脾胃再一次强化。你能清晰的感觉到你的肠胃消化在咕噜咕噜响，同时啊，你的脾胃你能感觉到它正在逐步的变得强大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方法我马上会分享给大家，但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先收藏下来再看。为什么呢？就怕你以后再想看找不到了，那就麻烦大了。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脾胃金刚功，它分为2步啊，第一个是日功，第二个呢是夜功。日功呢是我们吃完饭以后30分钟练，夜功呢是我们夜晚的时候去练。你只有把这2个功法给它结合在一起，它就能发挥出真正的功力，让你的脾胃非常的强壮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讲动作。我们先来讲日功，这个功法也被称之为脾胃6灶坐。那么这个功法非常简单，我们记住一个口诀啊，就是说右手扶左肋，左手抱右肩啊，你看就这样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。形成这样姿势以后呢，我们还需要把双腿啊给它并拢在一起啊。这个日功啊是非常神奇的，就是通过这个姿势的一个引导，让我们的全身的气血啊借渡到我们的一个脾胃当中，从而用这个借来的力量去增加我们脾胃，增强它的一个运化能力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是饭后30分钟去做啊，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消化吸收。侧面给大家演示啊，你看双腿并拢，然后把我们的口诀记好啊，右手扶左肋，左手摸右肩啊，你看把这个动作做好了以后，下巴微微向下低，然后把身体啊往下去压，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。大家看，像一个啊这个被环抱的这个幼儿，就婴儿一样啊，就看就这样慢慢的下去。啊，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很多朋友啊，因为脾胃不太好，所以呢，他肚子啊，有的人比较大，然后呢，刚开始下来的时候，他下不下来，他感觉这个胃里面它有一股气啊在顶着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脾胃当中的一个浊气。然后呢，我们通过这个姿势啊，不要着急，就这样慢慢的啊，给它自然啊下落到一个感觉。比如说我刚开始我下不来，我就这样，然后慢慢的你不要着急，头往下。啊，慢慢的给它自然下沉，它慢慢的就会往下，然后一直到一个蜷缩的状态。这像不像我们在婴儿的时候啊，在这个娘胎里面的一个样子啊？我们就这样慢慢的让它蜷缩下去，始终保持住。就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我们做5分钟，你会发现啊，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有一股气在堵着，随着我们逐渐的通过这个姿势的引导以后，哎，你开始有感觉了，肚子里面会有一种咕咕的响，然后这个肚子里面的这种邪气啊，要么就往上啊窜出来，要么就从下面给它窜出来。总之，你会有一种感觉，这个气出来以后啊，你会感觉非常的舒服。这个就是脾胃6灶坐。咱们讲完了日功，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学到了真东西。接下来咱们要讲夜功。夜功啊，可以说比日功啊还要重要的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要知道，日功它是借掉我们全身的气血和力量，给我们的脾胃增加它的一个消化和吸收。但是注意，这里是借的东西，借的东西你是不是得还？是要还吧。所以呢，我们吃完饭以后，它是借的力量去帮助我们消化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脾胃自己变强大呢？这里啊就要讲到了夜功。夜功的作用啊，就是去滋养我们的脾胃，让我们的脾胃啊自身变得更加的强壮。那么夜功怎么去做呢？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家里面都有，准备3样物品啊：桂圆肉1颗，花椒6到7粒，再加上艾绒1小撮。把这3样啊放在研磨罐里面搅拌碎了，然后加入适当的蜂蜜啊，搓成1颗1颗的小丸子。这个小丸子当中啊蕴含巨大的能量，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它塞在我们的肚脐当中。这里一定要注意，拿一个小封纸啊给它封好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你要知道，我们在娘胎当中获取外界的能量是靠哪里的呢？就是靠我们的肚脐神阙这里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把这里给它封住以后，我们肚脐当中的小触手就会来抓取这个小丸子当中的能量，从而养我们的脾胃，生我们的一个肾阳。很多朋友啊听到这里啊就已经明白了这个夜功的一个重要性。很多人反馈啊，有些人他是消化不吸收，总是打嗝，这个嗝还有
味道，而且呢，这个上厕所啊还不成形，就用了它以后啊，就大概7到14天，逐渐的感觉脾胃好了，消化吸收包括胃口啊都会有明显的改善。这个方法非常好，它一定要配合我们的日功在练，只有把这2个方法啊结合起来，才是真正掌握了南怀瑾老先生的一个脾胃金刚功的精髓。他老人家非常看重脾胃的一个养生，为什么？因为脾胃啊才是健康和长寿的一个核心。一个人想要身体强壮，一定要养好自己的脾胃。只有脾胃强壮了，我们的身体啊气血啊精血才能够足，我们的身体啊才能够更强壮、更长寿。所以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，大家如果学会了以后，一定要记得把它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帮助更多的人，无形之中也是做了一个善事。好了，我是大为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